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刘的频道。上一期说了民主，这一期来谈一谈共和。我们提到民主是实现自由的工具，但是完全的民主制也会损害自由。从历史上看，一个可以真正保护自由的制度，一般是一个有一定民主，但也有办法弥补民主缺陷的制度，而共和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共和的思想最早起源于古希腊的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和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可以大体分为一人统治、少数人统治和多数人统治这三种模式，分别对应了历史上的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这三种制度。这三种制度各自都不完美，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君主制的优点是行政效率高，缺点是如果出现昏君或暴君，损害也会很大。贵族制的优点是能有效利用社会精英阶层整体的智慧来管理国家，使国家长治久安。缺点是会造成社会分层，忽视平民的利益。民主制的优点是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缺点是效率低，会带来目光短浅和狂热情绪影响下的暴民政治。民主制也是三种制度中最不稳定的一种，很容易退化为寡头独裁体制。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将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三种制度三体合一，形成一种混合的制度，兼取各自的优点而避免各自的缺点，那么这种混合制度可能是最优秀，或者至少是最不坏的制度。这种混合制度就叫做共和制。所谓的共和可以理解为各种权力模式和谐共存的意思。共和制的优点在于，它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公民的民主与积极性，又可以防止平民针对少数人的暴政。从理论上说，自由要靠制度的保障，而暴君和暴民都可能破坏制度。一个好的制度既要能反映平民的民意，也要能依靠贵族精英的理性。共和制兼顾民意和理性，所以共和制要优于民主制。早期共和制具体的运作方式是依靠分封制度来形成的，即君主保护整个国家的土地，作为回报，贵族需要向国王上贡；贵族保护民众的土地，作为回报，民众需要缴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事情做，互相依存又互不干涉。处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过渡期的希腊化时代的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以《历史》一书留名传世。他最早观察到古罗马早期的政治制度，认为它融合了君主制、贵族制与民主制的优点，极为推崇，所以他坚信古罗马的兴盛是大势所趋。而共和制真正走上历史舞台，大放光彩，也就是在古罗马时代。古罗马的统治者吸取了古希腊民主制的教训，建立了设计精巧、使各种权力互相制约的共和制。古罗马的共和制设立了类似于君主制的执政官，类似于贵族制的元老院，还有类似于民主制的公民大会和监察官。执政官通常也是军队的领导者，杀伐决断，拥有一定的独裁权力，带来较高的统治效率。元老院主要由资深的贵族组成，代表的是共和国里最高的理性、智慧与美德。他们控制着政府的资金和预算，还拥有司法审判权。平民大会则代表平民的利益，他们的权利包括选举执政官和颁布法律。总的来说，共和制这三方面的设计，使得各个阶层的利益都能得到代表，互相制约，到达一种平衡。除了古罗马共和国以外，一些欧洲中世纪的城邦国家也采用共和政体，比如威尼斯共和国。后来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中，孟德斯鸠和洛克的三权分立思想又为共和制提供了更多的理论支持。到美国建国的时候，美国在模仿古罗马共和制的基础上做出了更多的改进。美国的共和体制中的总统
相当于古罗马的执政官，也是军队的统帅。参议院相当于古罗马的元老院，众议院相当于古罗马的平民大会。参议员们虽然不是贵族，但必是精英。参议员较长的任期也让他们更容易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更能从长远的角度为国家进行理性的思考，而不被短期的大众情绪所左右。参议院和众议院各自的权力体现了精英的理性和大众意志的互相约束。比如，众议院有起草预算的权利，但参议院有修改预算的权利。弹劾总统的权利在众议院，但审判总统的权利在参议院。制定外交政策的权利在参议院，但预算需要经过众议院的批准。在此基础上，美国又吸收了启蒙运动三权分立的思想，设置了独立的最高法院，使司法权可以和参众两院的立法权以及总统的行政权互相制衡。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实行终身任期制，以增强司法的独立性和稳定性，避免来自权力和民意的胁迫。此外，美国还根据其幅员广阔的特点，设置了州权和联邦权的互相制衡，并在选举中设置了独特的选举人团制度，造成一种多级民主构架。在不同层级之间也形成了权力的互相制约。可以说，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用的都是共和政体，但是由于共和政体是一种混合政体，它是怎么个混合法，在各国是相当不同的。在有些国家，总统和议会基本上是分庭抗礼，各管一摊；在另一些国家，议会权力更大一些，首相可以3天2头的换；也有一些国家，总统权力最大，议会形同虚设。所以说，有时尽管同样都叫做共和制国家，彼此的差别却可以非常大。各种权力的共和靠的是法治，尤其是规定权力分配方式的宪法。这世界上有很多种共和国，有好的共和国，也有坏的共和国。一个共和国是好是坏，主要看这个共和国所依赖的宪法体系是不是靠谱，是不是稳定，法律是不是能对各种权利实行真正有效的制约，是不是能防止共和体制的败坏。在谈君主制那一期我说过，民主的核心是选举，共和的核心是法治。共和制是以宪法来保护个人的自由和财产权，免受民主或君主政治的侵害。共和制中既有民主政治的成分，又有君主政治的成分。不管是民主还是君主，权力都有演化为独裁的自然的趋势，阻挡这趋势就得靠法律，以及作为法律根基的信仰。在共和制中，人民投票往往主要是为了选出官员，而不是为了创造法律。法律不代表人民，只代表正义。法律高于人民的临时意志。那么，如果法律不是直接来源于民主投票，它应该来源于哪里呢？可以说，法的来源应该是整个人类社会精英有史以来的智慧积淀。在人类历史上，犹太人的圣约最早确立了神赐律法的概念，他们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有着守护上帝的律法的神圣信仰，所以可以脱离君主统治和偶像崇拜的世界。犹太人的圣约观念和西方传统思想中的自然法理念都深刻地影响了基督教文明，而从基督教文明中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后来才演化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观念。可以说，美国的宪政共和是在基督教文明法治信仰的基础上的共和。美国的宪法也集合了自古罗马到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理性智慧的精华，所以它200多年来一直都相当稳定。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的制度时也认识到，宗教信仰对美国制度的成功有重要的作用。托克维尔说，专制制度可以不要宗教信仰而进行统治，但自由国家却不能如此。历史上有过不少共和制度衰亡的例子，
最著名的莫过于古罗马了。古罗马共和制度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古罗马的扩张超过一定限度时，原来的共和体制中平衡的贵族与平民的关系开始脱节。古罗马急速扩张的战果大都落入贵族们的腰包，贵族们通过战争获得更多的土地和奴隶，生产出更为廉价的农产品，这使身为自耕农的平民们生活更为艰难。平民们非但没有从国家攫取中得到好处，反而受到了损害，所以他们不得不呼唤强人出来改革。这时贵族们就受到暴君和暴民的左右夹击。读历史会发现，暴君和暴民往往是一体的，他们互相成就。因为暴君是孤家寡人，暴君往往需要笼络平民来打击贵族，才能实现独裁专制。制造暴民，挑动群众斗群众是暴君的统治手段之一。当贵族力量被削弱后，共和制失去了力量平衡，就不可避免地退化为独裁专制。在共和制退化到君主制的过程中，往往还会出现一种极为恶劣的贱主制。所谓贱主，是指不通过世袭等传统上公认的传承规则来获得权力，而是凭借武力、阴谋或个人的声望来获得权力的统治者。贱主的权力由于不合传统，得不到很多民众内心的认可，所以贱主为了证明他配得上享有等同于君王的权利，往往需要通过不断的杀戮和造神运动来维持自己的权威，使人民服从。贱主的权力具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贱主感觉不到权位安全，所以他也绝不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安全。贱主往往对未来充满恐惧，所以贱主的统治往往也让国家和人民充满恐惧。亚里士多德认为，贱主制还不如君主制，它是君主制的邪恶变体，但是贱主很容易从民主中产生，造成共和制的消亡。如今的美国也在经历和古罗马类似的问题，就像古罗马的贵族不再需要古罗马的平民一样，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的精英们也不必再依靠美国的民众。美国精英们将资本注入广阔的海外市场，利用世界各地的廉价劳工为他们生产廉价的产品，而普通美国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美国的中下层陷入贫困化，形成福利党。极左精英和福利党互相成就，正如奴隶主和奴隶互相成就。美国宪法确立了美国的共和体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共和和一定程度的民主。但是如果经济失衡、贫富分化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进步主义左派在愤怒的民意的裹挟下，就一定会不断的去冲击这个体制，要求越来越多的民主，使共和制退化为完全的民主制，而民主制最终也必将会退化为独裁制。美国会不会步古罗马的后尘呢？其实自美国建国以来，人们就一直有这样的担心。美国建国之初，有人问富兰克林，我们建立的是一个什么制度的国家？富兰克林回答，是一个共和国，但你得能守住它。 A republic, if you can keep it。 我是老刘，我喜欢用简单的话说复杂的事。感谢大家的点赞、留言、订阅、转发，谢谢大家。